好，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北京現在全面出手了，做了什麼呢？稀土這一次卡關，不只是日本而已，還包括了美國，現在可以說是全線告急了。同時呢，印太的同盟是否鬆動呢？今天另外也會關心殲10C 有沒有可能也進入到歐洲國家，中國大陸的殲10賣到歐洲國家去，直逼北約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這一次中國大陸對日本跟美國的稀土卡關能夠重創這兩國的產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說，這個影響其實還要再觀察，還在持續的發酵當中，那麼其實可以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今天3個火線話題一樣，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看到第一個，中國大陸的稀土禁令一下，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這一次呢是急奔印度了。那麼等一下會來關心到說，不只是日本拉起了警報，產業界包括了全美的軍工是不是也面臨拉警報的危機呢？現在北京手中最有利的東西是不是就是稀土，甚至比航母還要更可怕的戰略武器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提到的日本，他於是呢高市早苗跑到了印度，希望跟印度一起合作，打造亞洲的軍工聯盟。印度則是在這個時候呢開始高度的懷疑美國，喊出戰略去美化美國主導的印太盟友體系是不是開始在這當中，我們看到有一些裂縫了呢？中國會不會趁勢的來瓦解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布局？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到是塞爾維亞的總統，他特別宣布的說他會來採購，這是最新消息，中國大陸的這款飛彈 NQ9，那再加上之前其實有買 CN400 AKG 等等，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有沒有可能除了買飛彈之外，接下來會引進中國大陸的殲10C 賣給塞爾維亞呢？如果真的成真的話，那是中國的戰機首度的攻進到歐洲國家去，會直逼北約防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波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美國的稀土制裁，可以說呢，已經正在逼全球的軍工產業重新的站隊排隊。中國大陸我們看到它沒有發射任何一枚飛彈，對於日本跟美國的影響重挫有多大呢？首先，我們前幾天談了非常多，對日本就是它的原料斷裂的一個風險。那麼對於美國來說呢？美國來說的話，它是重挫了。美國對它做的限制是將2大稀土企業呢，還有包括了10家實體企業都列入了制裁名單當中，導致美國不管是在軍工、晶片，甚至是新能源產業上，現在說也是全線的告急了。所以呢，在此刻我們看到高市早苗急奔印度希望呢聯手印度一起打造這個去中國化的稀土供應鏈，這是第一個就產業他所做的事的一個事項。第二件事情是說，在軍工方面，他們要一起共同開發 AI 軍用無人機，但是高市早苗希望和印度合作，但是印度呢，它有沒有這樣子的意願呢？因為印度現在呢開始喊出要去美化的一個戰略目標，原因其實有2個。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呢，美軍我們看到在美伊衝突之後，美國迅速的修復跟巴基斯坦的關係。所以讓印度開始懷疑美國的態度了，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美軍更正式的更名，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呢，包括了這個太平洋司令，所以印度呢已經開始懷疑說，是不是華府正在質疑印度的一個重要性已經不再如此的重要了，要喊出戰略去美化呢？換句話說，如果說印度它已經降低對美國的依賴，那麼日本找上印度做的這個印太軍工聯盟也會充滿變數，是這樣子的嗎？中國大陸的稀土的限制對於美日來說，到底衝擊有多大？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衝擊當然很大特別是對於日本跟對於美國因為日本事實上是很有經驗的一個國家，過去他也用稀土去卡這個韓國，然後他跟中國大陸爆發了這個衝突以來中國大陸也曾經用過稀土去卡住日本，日本花了10幾年的時間解決不了稀土的問題。所以高市早苗現在的這個行為、這個動作都是一個姿態，他解決不了現實的問題。G7 開會說他們要稀土去中國化，要去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目標定在2031年，5年後。但是問題就在於去中國化依賴多少？
他們說盡量降到60%或者50%以下，所以等於是還是有50%以上要依賴中國大陸嘛。但是問題就在於5年、6年以後能不能做得到？我們一般客觀的估計還是做不到。這個牽涉到很多的問題，採礦的技術問題不大，但是提煉呢、設備呢、人才呢，而你歐美的還有包括日本，你的大學、大專院校裡面，你根本已經沒有這些科系，也沒有這些人才的儲備。更何況就是歐美的國家有多少個孩子願意去讀這個系呢？能進這個系呢？你老師都找不到，然後他們還考慮到未來你這些科系它本身的這些公司它的發展跟事業跟前途。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佔有絕对的優勢，不管是儲量，中國大陸佔絕對的優勢，生產製造量，全世界依賴中國大陸幾乎是70%以上，然後在重稀土這個部分依賴到90%，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中國佔有絕對的優勢，它可以通過市場的機制來調控，會使這些歐美的稀土企業它的發展根本沒有空間嘛。那你一直靠着政府補貼的情形下，這個企業的利潤是有限，它的前途是有限的。有哪些頂尖聰明的孩子要去考這個有關於冶煉學系，沒有人要去讀。那你老師也找不到，學生也找不到，研究生也不在。那你請問一下，你去哪裡找這個人才？所以都在空口說白話，都在擺姿態。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世紀的最大的詐騙集團。用政府人民的血汗錢去養這一些企業，這些企業再把利益輸送給這些政治人物，錢撈光了以後，最後說我做不到，沒了，一拍兩瞪眼，還是跟中國大陸買，這是必然的趨勢。現在的情況是因為日本撐不住了嘛？美國事實上軍工企業也撐不住了，4架戰機只能生產1架 F-35戰機。那請問一下，它如何去量產它的 F-35？F-35都是如此的，雷達、導彈系統更是如此。所以美國有問題，日本也有問題，而美國還在擺姿態說我要對你中國大陸的企業那麼列出清單來。中國大陸是一次就給你做動作了，馬上宣布。而且立刻實施，那你美國才知道說你原來是在擺姿態，但是中國大陸是跟你玩真的。好，所以這一次這個稀土一卡關，對於日本跟美國的產業還有軍工來說，這個影響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嘛，高市早苗就跑去找印度尋求幫忙，但是重點來了，印度現在也不信任美國，或許呢也沒辦法跟日本同心。那就這個問題，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印度其實也從來沒有相信過美國啦，他不是懷疑他的態度啊，是動作啦。這個動作讓他不爽了哈。印度什麼時候相信過美國？印度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美國軍工業或等等，他也有蘇凱啊，全國也有歐洲。這次之前去年不是印巴戰爭嗎？他用的是什麼？是法國的那個標風政風啊，所以他並不是全美國。但是呢，印度是一個非常自信的國家，你知道，他很自大，他們夠聰明，所以呢，他只要誰對我好，他就跟誰了，基本上這樣。你開始用動作去跟巴基斯坦好，巴基斯坦又跟我衝突，我不喜歡你了，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原因。好，我現在講一下美國，美國呢是什麼都要，他只要你願意做小老弟，維護我霸權，我就對你好。然後這次出現一個問題，巴基斯坦這個比較有趣的國家，巴基斯坦當時他的很多軍力在跟印巴戰爭的時候是靠中國戰勝，我講殲10還有這個 PD-15，這個大家都知道。好，那當時戰勝之後，當然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它有它底氣，背後軍事有中國撐腰，可是巴基斯坦其實它的心靈也是很靠美國的。這一次的美伊戰爭，其實巴基斯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中間撮合者，而且他很聽美國的話，是美國希望他去守，否則的話，美國沒有辦法直接跟伊朗談，因為伊朗已經不太甩你了，我被打死我都不聽你的，所以是巴基斯坦弄成的。而且巴基斯坦在之前剛開始中國在卡美國脖子稀土的時候，因為美國的產量那個儲量只有180萬噸，中國是4400萬噸，他根本比不上。今日演練的功夫也沒有，這時候卡住脖子。巴基斯坦的高層曾經還偷偷的拿那個金剛石以及中國給他一些技術帶到美國去，你知道巴基斯坦的想法，所以美國找巴基斯坦是有機會把他再做小老弟的。可這個問題來，巴基斯坦也很靠中國。你看這個談的問題有5個國家，有印度、有美國、有這個這個巴基斯坦，還有一個日本。你剛講一個日本很重要。剛才我們這個賴老師也講到了，日本、美國現在都玩了。我跟你講。
民用的可能稀土還給你用一下，它的17種稀土，我告訴你，卡住你軍工產業，你光一個剛講 F-35彈頭要410公斤，你的艦艇啊，你個雷達真的都出問題，所以它的軍工產業、航太產業將來只要中國做狠一點，當有時候我們講比較利益嘛，它也有所謂的利益交換、物交換，它不可能全卡了，但它只要卡到你重要的，我跟你講是兩敗俱傷，但是日本、美國絕對會傷得很慘，所以日本現在真的沒招了，所以他必須再找別人。之前在釣魚島事件就跟澳洲簽了所謂的日澳的所謂的技術開發合作，其實有成功嗎？又說在藍鳥島礁裡面又發現了6000公尺深，它有1200萬噸的稀土泥。你去挖挖看多貴，怎麼挖？好，現在去跟印度，這是有道理的啦。他做這東西有道理，可是你印度就真的跟你那麼合嗎？這是一個動作，看得出來高市這個個子小，還是蠻認真，到處跑啦。但是他的功力，我覺得還是有限啦。這個印度也不會非常喜歡日本，所以他們會在利益上做交換，不可能有非常強烈的聯盟。最後還是講一句話。中國講不好聽點，中國因為在全世界是一個共產國家，全世界用民主聯盟會把它壓制。他為了排除民主聯盟，為了穩定前行，只要穩定前行的國家對他好，他就會好。所以講不好，他現在有了王牌稀土，他只要扣住下去，最後我就像剛剛賴老師講，我想日本、美國可能都會沒轍，未來可能中國只要他穩健的走下去。這些國家他也不要得罪你，好好的對你，那麼該給你就給你。我覺得走下去，中國真的會在全世界走到一定的高度的水位。好，中國大陸用稀土卡關，包括了美國跟日本，確實已經重挫到這個兩個國家的軍工產業。那另外一方面，同樣也是軍工產業，中國大陸呢，它的飛彈正式的邁進去的這個國家就是塞爾維亞，因為呢，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塞爾維亞的總統最新宣布的，他說，他會採購中國大陸的 MQ9這個遠程防空系統，再加上之前買的 CM400 AKG 超音速飛彈，現在傳出來說，塞爾維亞下一步會不會也可以買到大陸的殲10C 呢？如果真的成功買入的話，代表中國的主力戰機首度的等於是部署到了歐洲國家，當然了，等於是直接跨入到了北約的家門口，這時候北約也就在威脅這個烏克奇說：“你不要做這些輕易的舉動。”厲將軍怎麼看？我認為說是這個塞爾維亞跟中國買殲10C的戰機，應該是塞爾維亞有這個意願要買，非常希望能夠買到。那我也認為中國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會賣哈。怎麼講呢？因為這個塞爾維亞已經跟中國買了我們講的 CM-400這款的空射型的對地的超高音速導彈哈。那這款導彈現在來講的話，塞爾維亞已經在用了。它用在什麼飛機上面？用在它老舊的米格29。大家會覺得很奇怪，這種新式的導彈用老式的戰機怎麼能發射呢？那中國就是有這種本事哦，它沒有修改米格29，它用平板就可以發射 CM400。你看這個多厲害！那 CM400這款導彈有多強呢？你知道在去年57這個印巴空戰的時候，這個巴基斯坦用這 CM400的這款導彈擊毀了印度很多 S400的防空飛彈的陣地，證明來講，它對空對地的打擊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于在當時他用這款導彈威脅到了印度，讓印度的這種他的航空母艦不敢靠近巴基斯坦的海岸，就是因為有這款導彈。那現在這款導彈很這個，就是說，如果它要掛，最好還是要掛在中國的戰機，才能夠 match， 才能夠這個配合作戰，才能夠實施線控。那塞爾維亞現在買的戰機叫什麼？因為它必須要淘汰它的米格29，那很老舊了。他之前買的是法國的陣風戰機，可是陣風戰機你這個系統不能跟 CM400整合在一起。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說，為什麼他會賣殲10C戰機？只有靠殲10C戰機跟巴基斯坦一樣，才能夠發射這個 CM400導彈。你說用平板發射，畢竟還是這個整體上面來講還是落後一截了哈。第二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因素，我們講防空作戰是整體防空，你已經買了這個，比如說是我們已經知道他已經買了紅旗9，紅旗9是區域防空導彈，它射程可以到300公里那麼遠。比這個美國的愛國者3還要多100公里。那當然，第二個他買了要地防空，要地防空他買的是什麼呢？是紅旗22，他也買了紅旗22，就是他們外銷型款叫 FK3，塞爾維亞也買了。那這個要野戰防空的紅旗11他也買了。那如果說連這個整體3重的防空系統，這個從區域防空到要地防空到野戰防空他都買，
那當然，它如果說能夠搭配到它的歼十戰機來講的話，當然更可以構成塞爾維亞整體的防空力量，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如果說中國都已經把這幾款導彈賣給他的話，那殲10C的戰機賣給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